嗨，朋友们，我是 Holly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最近呢，我刷到台湾馆长的一个影片，他被采访到说，他认为中国城市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？他的回答居然是深圳。其实我觉得蛮意外的。那我现在人刚好在深圳，今天呢将要去深圳人最常去的3个地方，看一看深圳的厉害之处在哪里。深圳第一个最厉害的地方，当然是现在所在的深圳湾文化广场啦。广场最特别是它的外观设计，你看这个造型是不是似曾相识？对，就是一个 airport 的放大版。但其实它原本的设计理念是原石的一个概念。原石就是指没有经过雕琢的天然矿石，比如说翡翠啊、水晶、钻石等等的初始形态。那设计师用这个概念打造外观，意思就是建筑本身就像一块刚被发现的一个珍宝，但真正的宝藏藏在它的内部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它里面是怎么样子的吧。在这里面，我最喜欢的室内设计是这个中庭透光的休息区，它充分利用了自然光，结合室内的白墙，整个空间自然的显得非常明亮、简约而且大气。展馆分为北区和南区，里面一共有10个展厅，5层楼，感觉还挺大的。这么多个展，有哪些是比较好看的呢？一起来看看。我觉得最值得看的是这个来自于纽约的凝光之镜 Solid Light 作品本身呢，包含3要素：光、雾和黑暗的环境。在这3者的叠加之下呢，当手指划过光束，感觉就能够摸到了光，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体验。Oh my gosh! Oh, I love it! Oh my god, I love this one. This is absolutely the best one. 对了，我来的时候有看到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的，就专门展示影子的一个展馆。这个，哇哦，好多沙发哦 ！Look， 这里全是沙发，有趣。这个设计我知道了，这个是那个炸柠檬的设计，超棒的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可以说是中国馆，因为呢它是叫匠造中国，这边主要展示一些中国特色的一些工艺品，那包括这里有一个剪纸，还有这里有一些剪纸所需要的工具，以及那边还有一些陶土的一个展示，就把我们这边的一些传统的艺术设计给全部给展现出来。我就发现现在在里面根本没有办法待超过20分钟，因为里面的装修甲醛味非常重，一定要赶紧出来透透气，多了会头痛头晕。参观完了，现在准备离开这里。我是觉得还不错哎，这个地方真的好赞哦，真的是好现代化、好有设计感的所有的建筑跟展示。我觉得这里一定可以是成为以后来深圳旅行打卡必去的一个点，真的 absolutely。就是很多东西还蛮好看的，然后也很好拍照，但是就是还是我老生常谈的问题，就是参展的那种参加展览，然后在公共场合的那些素质还是有待提高的。Later， 嗨，朋友们，我现在来到了深圳湾的人才公园，就是刚才那个原石的那个展厅附近的一个公园。天气真的好好哦，然后这边是绿绿的湖，然后这边呢有一大片草地，然后还有一些绿树。那周末如果闲着没事，就可以来到这个公园谈谈恋爱、拍拍照片，我感觉也是蛮惬意的。这也是我觉得深圳最厉害的地方之一，就是他认为这里有很多的绿化公园，可以给到市民来这边散步啊、运动啊、跑步啊、骑行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现在在深圳，但你又不知道周末要去哪里玩，那我就会推荐说找几个3、5知己，然后一起来深圳湾的人才公园，这边散步、晒太阳，然后看本书，就可以静静的待一整个下午。除了深圳人才公园，我还推荐位于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，因为这里有个隐藏的打卡点，那简直就是单身人士的福利啊！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相亲角。在这里会有单身人士把自己的条件和期待伴侣的情况陈列展示出来，如果有匹配的话呢，就可以形成一个联系。以这个为例子，他是90年出生的，然后他是1.61米，他是独生子女，他现在是香港的本科跟硕士，哇，也太好的条件了吧！
而且他现在在香港的外资金融机构里面做分析师，收入超高他是香港永居。那现在他想要找怎样的条件？他想要找年龄相近的内地的港男生或深圳男生，这条件也太简单了吧？因为这女生条件很好啊，她爱生活、孝敬父母、爱旅行。再来看一下深圳的男生都在找怎样的女朋友。然后这个，比如说他是个广东人 ，OK， 跟我一样。然后呢，他想要找广东人，然后潮汕的女生，然后93年的，然后至少要1.6米以上，而且是本科毕业，在深圳有稳定的工作。其实感觉说容易也不容易，但是这个连在一起的这些条件，感觉就蛮高的。我发现有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发现这里留的都是这个找另一半的父母的联系方式。所以是父母帮自己的小孩在筛选另一半吗？我不太懂。我现在准备找个地方来休息一下，总结一下刚才看的一个相亲角的一个情况。真的是，首先在男女比例方面，就是差距超级大，女生几乎是占80%，然后男生是占20%。I don't know， 这男女是很真的好让我觉得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他们的条件呢也是全部都摆出来，然后对另一半的要求基本上也是身体健康呀，然后工作稳定之类的。那还有一些就是会把一些硬件的条件放出来，比如说你必须要在深圳有房，或者是你父母，或者是你的工作呢是要去做体制相关的等等。然后呢，现场还有一些大叔啊大妈，他们看起来很无聊的坐在那儿聊着自己的小孩想要怎样的另一半。我感觉他们就像是去帮自己小孩找另外一半的人。感觉听起来还蛮合理，但是真的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另一半吗？我是真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，真的好奇怪这种相亲文化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现在是单身，而且呢你也在深圳，然后你有空就可以过来看看这里是否有你合适的另外一半。By the way， 你已经看到这里了，难道不打算点赞跟订阅一下吗？拜托，你的点赞跟订阅对我来说超级重要，拜托拜托，感谢感谢，爱你们。逛完公园之后呢，深圳人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商场，去商场里面吃个饭。接下来跟我一起去传说中的城市花园商场看看。深圳有超级多商场，居然有800个大型商场，真的很夸张那这个商场是在我家楼下的，走路5分钟可以到。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多绿化的植物覆盖着，有一种像城市花园那样的一种概念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商场里面有什么店吧。我觉得深圳的商场美食基本上都差不多，也就是那几类，贵的有火锅、牛排、西餐等等，便宜点的话就有 food court， 这样子可以随便吃吃。现在呢，大部分店铺都是可以扫码点餐，非常的方便。那我现在来看一下这一家中等价位的西餐厅，它的价格大概是这个样子吧。就是来看一下它的点餐，非常方便。它的物价差不多啊，感觉也是这样，一份有肉的就是100多块钱，然后牛肉的话就贵一点，比如说200-300。咖啡的话，没有咖啡因的话就19块钱。咖啡的话就要20-30块，两都差不多。然后像我这样一顿的话就是100块钱人民币。好啦，深圳的商场大概是逛到这里，接下来跟我去下一个地方。下一个地方就是深圳现代化的另一面，夜市。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深圳的电瓶车到底有多疯狂。这里混乱拥挤，跟前面的高楼大厦、干净现代的城区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。网友们甚至把深圳戏称为深德里，意思是就像有深圳的速度，同时又带印度德里那一种交通混乱的感觉。在这里，行人和电瓶车经常抢夺路权，瀑布里一样的情况非常常见。有些电瓶车还会一直发出那种哔哔哔的侧耳提示声，走在这里简直像噩梦般的模式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主要是因为这几年电瓶车的数量呈现爆发式的增长，但城市里并没有配套规划足够的专用车道，于是很多电瓶车只能骑上人行道和行人一起抢路，加上他们的车速不慢，碰撞风险其实蛮高的，更别说随意停放。车子挤在人行道上一堵，人走在上面特别难受。有些时候我真的感叹一句，安静整洁有趣的深圳好像已经回不去了。希望未来会有更多更好的管理，让大家走路可以全一些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我的最爱，看一下好不好吃。